别人修仙都是在苦练法天象，你却以为他们放的是全息投影。看着天上10万丈的真仙虚影，毫不知情的你拿起手里生锈的破柴刀，闭着眼睛瞎挥了一套王八刀。谁知这一刀竟直接将仙人的法天象的直接劈成了2半，甚至顺着无形的网线，把上界正在泡澡的真仙劈成了2半。奇怪，这投影怎么跟个脆皮一样？你叫顾望，10年前因为天生毫无灵根，已被顾家高层视为不值一提，由大长老亲自出手，像扔垃圾一样踹进了这十死无生的绝渊。呼，终于活着出来了。刺眼的阳光落在脸上，你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挡住光线，干裂的嘴唇微微颤抖。10年了，没有人知道这10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这绝渊里没有水，没有食物，甚至连方向都分不清，每天都在极度的恐惧中度过。为了在黑暗中给自己壮胆，为了驱赶那些可能存在的野兽，你每天只能机械般的做一件事：挥刀、拔刀、斩、拔刀、斩。你像个疯子一样，每天挥刀上万次、10万次。嗨嗨，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你感受着身上仿佛背负着几座大山般的沉重感，苦涩的摇了摇头。你不知道的是，那根本不是虚弱，在这连天道法则都能磨灭的绝地高压下，你一个毫无灵根的凡人，为了适应环境，肉身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熬炼成了万古唯一的竞技体质——大罗镇域混沌体。你之所以觉得身体沉重，是因为你的肉体密度已经超过了星辰，这片天地的大道法则正在被你无意识的压迫、排斥。那时就在你刚刚踏出禁区的那一刻，远处的虚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灵气波动，轰隆隆，一艘100丈长的奢华灵舟破空而来，悬停在绝渊上空。灵舟甲板上站着一名身穿紫金道袍、仙风道骨的老者，老者周身环绕着恐怖的法则符文，赫然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元神境大能。来人，正是当年亲手将你踹下深渊的顾家大长老顾长青。大长老，绝渊的罡风似乎有所减弱，我们是否要派人进去搜寻那株10万年神药？旁边的一名执事恭敬汇报道。顾长青正要点头，目光却不经意间扫向了下方，下一秒，他脸上的高傲瞬间凝固，瞳孔猛地收缩到了针尖大小。顾望，顾长青失声惊呼，犹如见鬼了一般，指着下方那个犹如乞丐般的青年：“你这个毫无灵根之人，竟然没死！”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你浑身一僵，猛地抬起头，看清来人的瞬间，你的心瞬间跌入了冰谷。完蛋了，是当年那个高高在上，随手就能压制自己的大长老。这老天为何要绝我生路？我好不容易才爬出来，连一顿饱饭都没吃上。你死死握紧了手中那把满是缺口的生锈柴刀，手心全是冷汗。你只是一个凡人，面对能在天上飞的神仙，你连逃跑的资格都没有。而在半空中，顾长青眼中的震惊已经迅速转化为了极其贪婪的狂热。不可能，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怎么可能在藏天绝渊活上10年？顾长青呼吸急促，大脑疯狂运转。宝物，这小家伙身上绝对有绝渊深处带出来的无上至宝，甚至可能是仙气。一念至此，顾长青眼底杀机毕露。小家伙，把你身上的至宝交出来，本座留你个全尸！轰！顾长青根本不给你说话的机会，直接祭出了自己的本命法宝九炎镇魂鼎。刹那间，天地变色，一尊宛如小山般大小的青铜巨鼎在虚空中凝聚，鼎身环绕着9条咆哮的火龙，带着焚灭一切的元神威压，宛如陨石坠落般朝着你狠狠砸下。沿途的空间甚至都被高温炙烤的扭曲变形。大长老出手便是雷霆一击，这不值一提之人死定了。灵舟上的弟子们纷纷冷笑，而此时地面的你看着那遮天蔽日、宛如末日天灾般砸下来的火龙巨鼎，整个人都绝望了。太可怕了，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吗？这热浪，这声势，我一个凡人会被砸成重创。既然横竖都是死，老子跟你拼了！极度的恐惧在这一刻化作了匹夫一怒的空口，你双眼赤红，眼角甚至因为绝望而崩裂出痕迹。你脑海中没有半点功法，只有绝渊10年里那挥舞了亿万次的最粗鄙、最本能的动作，双手握紧生锈的刀柄，闭上眼睛，对着天空，用尽全身最后的一丝力气，狠狠劈下。啊！给我开！就在你闭着眼睛挥出那一刀的瞬间，天地突然安静了，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绚烂的法则碰撞，只有一道极其纯粹、极其微小却凝练到了极致的物理真空。因为你这一刀挥出的力量太大，速度太快，大罗镇域混沌体的绝对物理力量直接在半空中切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绝对真空断层。那从天而降、威势滔天的九炎镇魂鼎，在触碰到这层真空刀芒的刹那，没有丝毫阻碍，就像是一块豆腐撞上了世间最锋利的绝世神兵，嗤的一声轻响，庞大的青铜巨鼎连同那9条不可一世的火龙，直接被整齐的一分为2。紧接着在混沌力量的绞杀下，瞬间化作肉眼无法察觉的齑粉。但这一刀的去势却根本没有停止，那是什么？灵舟之上，顾长青脸上的狞笑彻底僵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灵魂被撕裂的极致大恐怖。他看到了一道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纯粹由力量挤压空间形成的透明刀器，在那刀器面前，他引以为傲的元神法则就像是阳光下的初雪，瞬间消融。不，这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鬼？顾长青凄厉的惨叫声还卡在喉咙里，透明的刀气横扫而过。100丈灵舟连同顾长青在内的数十名修士，甚至连带着他们身后那座高达万仞的巍峨山脉，在一阵诡异的死寂中，无声无息地化作了漫天飞灰，没有留下哪怕一滴痕迹，仿佛他们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痕迹被硬生生地擦除了。山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过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一直保持着挥刀姿势、紧闭双眼的你，因为迟迟没有感受到巨鼎砸落的痛楚，这才战战兢兢地睁开了一只眼睛。人呢？你愣住了。天空万里无云，哪有什么火龙巨鼎，哪有什么灵舟，就连顾长青那个老家伙也不见了。不仅如此，你揉了揉眼睛，看着前方空荡荡的地平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奇怪，我记得刚刚前面明明有一座大山的，难道我饿出幻觉了？你咽了一口唾沫，低头看了看手中那把还在微微发颤，甚至掉下2块铁锈的破刀，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懂了，那老家伙肯定是刚才在施展什么恐怖的障眼法。那个大鼎只是吓唬人的烟雾弹，为了不亲手脏了他元神大能的手，那老家伙竟然用这种方式羞辱自己，然后瞬间挪移跑路了。你紧握袖刀，感受着背后已经被冷汗浸透的衣衫，惊恐的喃喃自语：修仙者的遁术竟恐怖如斯。就在你刚把那座蒸发的万仞高山归结为
为修仙者恐怖的障眼法。10，距离你头顶上方万米高空，一场生死追杀正在上演。修，一道冰蓝色的流光在云层中亡命奔逃，那是一个容颜绝美、气质清冷的女子，她叫穆清雪，乃是东荒顶级势力玄机圣地的圣女。然而此刻，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圣女却狼狈到了极点，她的一袭白裙已被污迹染红，绝美的脸庞苍白如纸，体内的灵力几乎已经油尽灯枯。而在她身后不足1000丈的距离，一团遮天蔽日的血色浓云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碾压而来。结！穆清雪，别白费力气了！血云之中传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一个浑身长满血色鳞片，宛如恶鬼般的魔修踏空而行，每一步落下，虚空都被踩出肉眼可见的裂纹。血屠魔尊，这是一位半只脚踏入准地境界的盖世老魔，逃不掉的，乖乖做本尊的灵炉，让本尊吞进你的太阴本源。或许还能留你一丝残魂。血屠魔尊看着前方灵力即将耗尽的穆清雪，眼中满是猫系老鼠的残忍与阴险。穆清雪紧咬着失去血色的银牙，绝望的情绪在心底蔓延。哪怕是自毁元神，我也绝不受你这魔头折辱。他刚想催动秘法自毁，目光却无意间扫过了下方的地面。咦，那里怎么凭空消失了一座山脉？好平整的切口！穆清雪心头猛地一震，那平整如镜的大地，就像是被什么超越了此界认知的伟力一分为二。而更让他惊愕的是，在这片诡异的真空地带中央，竟然站着一个衣衫褴褛、提着生锈柴刀的凡人，毫无灵气波动，连引气入体都没有达到。这种绝地边缘，怎么会有一个凡人？与此同时，血屠魔尊也注意到了下方的你，一个没有修为之人。正好，本尊追了你这么久，有些口渴了，就拿这凡人的心头液体来润润喉吧。血屠魔尊根本不在乎那座消失的山脉，在他这种准地级别的老魔眼中，凡人甚至连草芥都不如。轰隆！血屠魔尊悬停在半空，看都没看你一眼，只是随意的向下伸出了一只干枯的右手。准地法身，血域擎天手。刹那间，方圆百里的法则被瞬间抽空，苍穹之上的血云疯狂汇聚，化作了一只足有1000丈大小、长满猩红毛发和眼珠的恐怖巨手。巨手携带着压塌万古的准地威压，仿佛要将整块大地连同那个如灰尘般的凡人一起重创，轰然砸下。穆清雪见状，忍不住发出一声悲呼。他想救人，但却根本无能无力。那股准地威压甚至压得他连动一下手指都困。而此时站在地面上的正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生怕那个会遁术的大长老再折返回来。忽然间，四周的光线暗了下来，一股极其浓烈的腥风从头顶灌下，吹得你满头枯草般的头发疯狂飞舞。你下意识地抬头，一瞬间，你头皮炸裂，浑身的汗毛全部倒立了起来。在你的视野里，一个巨大无比、黑不溜秋还长满毛的爪子正泰山压顶般朝你拍来。什么？好大一只黑熊的熊掌！你的凡人视角里根本无法理解法则巨手的概念，只以为是藏天绝渊里跑出来了一头变异的巨型黑熊。刚才躲过修仙者的毒水，现在连野兽也要来吃我，这操蛋的世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极度的恐慌再次占据了高地。老子不发威，你真当我是泥捏的？你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嘶吼，你没有任何退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你的身体再次做出了本能的反应，重心下沉，双手反握刀柄，从下往上对着那拍下来的巨型熊掌狠狠撩出了一刀。这在市井流氓打架中俗称撩阴刀，姿势极其难看，极其粗鄙。然而就在那把掉渣的生锈铁刀由下而上挥出的瞬间，嗡，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穆清雪瞪大了眼睛，血屠魔尊脸上的狞笑僵住，没有惊天动地的刀芒，也没有震碎耳膜的轰鸣。在那把破刀挥出的轨迹上，时间与空间，法则与大道，甚至连因果线都在这一刻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大罗阵域混沌体的纯粹物理频率，哪怕只是随手一挥，其蕴含的宇宙质量也足以崩坏一切。那只不可一世的由准地法则凝聚的1000丈血色巨手，在触碰到破刀的瞬间，就像是撞上了绞肉机的薄纸，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血色巨手从掌心开始，一路向上，寸寸崩解，化作漫天碎末。但这仅仅只是开始，那不可名状的恐怖物理力量余波，化作了一道肉眼看不见的涟漪，笔直的冲天而起。扑哧，天空中的血屠魔尊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他惊骇欲绝的低头，看到自己的准地之躯，连同那坚不可摧的本源道骨，在这股力量面前瞬间气化。他在临死前的那1/1000秒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疯狂的念头：凡人，哪个凡人能一刀斩灭准地法身？这是万古禁忌，这是降维打击！砰！血屠魔尊当场化作一团污烬，形神俱灭。然而刀芒的余威依旧未减，他直冲九霄，狠狠地劈在了苍玄咒语的天道界壁之上。呲啦一声，宛如撕裂布匹般的巨响，响彻了整个东荒。下一刻，东荒亿万万生灵同时抬头，惊恐地望向天空，只见那千万年来完美无瑕的湛蓝苍穹，竟被一道看不见的刀芒从南到北硬生生地劈出了一道长达亿万里的恐怖裂痕。星河断裂地，虚空风暴正顺着那道裂痕疯狂倒灌，天被劈开了。咕哧咕哧，地面上，你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你看着空荡荡的头顶，又看了看地上飘落的一点点污迹，呼，好险好险！你心有余悸地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这深渊里的黑熊也太虚了，体型看着吓人，结果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才轻轻一挥刀，他就吓得跑没影了。不过天怎么突然阴了？这裂开的大缝是快下暴雨了。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天生那道连通域外星河的裂缝，是你刚刚那一记撩阴刀砍出来的。而此时，不远处的半空中，劫后余生的玄机圣女穆清雪，正如同被雷劈中一般，僵硬地漂浮在那里。她的瞳孔正在剧烈的地震。作为圣地传人，她刚刚开启了天生神瞳，试图看清那个男人的修为。但在她的神瞳视野里，那哪里是个凡人？那分明是一尊周身环绕着混沌灭世劫光，连宇宙本源都在他脚下瑟瑟发抖的无上大恐怖。你站在那里，仿佛万界诸天都在随着你的呼吸而生灭。而最让他头皮发麻到心几乎崩溃的是，这位不可名状的无上存在，刚才竟然为了救自己，轻描淡写的一刀抹杀了一位准地，甚至连东荒的天道都被你随手劈成了2半。这就是传说中返璞归真、游历红尘的远古道尊吗？极度的震撼、敬畏与感激，瞬间淹没了穆清雪的理智。他收起灵力，不顾一切的从半空中坠落，以最卑微、最虔诚的姿态，稳稳地落在了你的面前。只听扑通一声巨响。
这位平日里清冷绝傲，被无数天骄视为神女的玄机圣母，双膝重重砸在泥土中，上半身完全匍匐在地，扑通，这结结实实的一声跪地闷响，在这死寂的荒原上显得格外刺耳。你整个人都僵住了，你死死握着手里那把崩了口的破柴刀，看着眼前这个前一秒还在天上飞，后一秒就直接五体投地趴在自己面前的绝美白衣女子，大脑直接宕机。晚辈玄机圣地穆清雪叩见万古道尊。穆清雪的声音带着极度的狂热与疯狂的战意，回荡在被劈开的苍穹之下。你干什么？你吓得像只踩了尾巴的猫，猛地往后倒退了3大步。你满脸惊恐地看着地上的穆清雪，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碰瓷的异常之人。道尊？什么道尊？老子在藏天绝渊里吃了10年的树皮和黑米，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你管这叫道尊？姑娘，你认错人了。你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把破刀横在胸前，疯狂摆手。我不是什么道尊，我叫孤傲，我就是一个毫无灵根的凡人。你别过来啊！我警告你，我这人身体很差的，很容易死的。你这修仙者要是想敲诈勒索，我可是1分钱都没有。你是真的慌了？修仙界套路深啊！刚才那个老头放个烟雾弹跑了，现在又来个漂亮女人跪在地上喊道尊，这绝对是某种极其高明的修罗场杀局，说不定只要自己一点头，四周就会跳出几百个修仙者把自己重创。然而听到你这番惊恐的辩解，匍匐在地的穆清雪非但没有起身，反而将头埋得更低了，她的娇躯因为过度激动而止不住的颤抖。凡人毫无灵根！穆清雪在心底疯狂呐喊：前辈，您就算是想隐瞒身份，这借口也太敷衍了吧！刚才那一刀直接把准地法身当空气给切了，连东荒的天道戒臂现在还像个被豁开的烂裤裆一样在天上挂着，星河风暴还在往里倒灌啊！你管这叫凡人？我懂了。穆清雪眼底闪过一丝恍然大悟的金光，天生神瞳中满是不可名状的敬畏。大道至简，返璞归真，这位无上存在必定是活了无数个纪元，早已看破了宇宙生灭。他故意封印了自己的修为，化作凡人在这红尘中历练道心。他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那是他不屑于外物；他手里的刀生满了铁锈，那绝对是某种超越了极道地兵的无上神器，正在神物自毁。他刚才说自己很容易死，天哪，这是在点化我，这是在暗示我，在这危机四伏的大道之路上，哪怕是无上存在，也要保持一颗敬畏与谨慎的凡人之心。一念至此，穆清雪感动的眼眶通红。前辈教诲，晚辈铭记于心。穆清雪抬起头，眼神无比虔诚。前辈既然正在体验凡尘，晚辈绝不点破您的身份。从今往后，您就是毫无修为的凡人。你呆呆地看着这个眼含热泪，仿佛自我感动到了极点的女人，嘴角疯狂抽搐。这女人脑子绝对有问题，我都说自己是凡人了，她在那瞎感动个什么劲？咕噜噜！就在这诡异的僵持中，你的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雷鸣般的抗议。10年了，整整10年没吃过一顿正常人的饭菜。你老脸一红，警惕地看着穆清雪。那个，你既然不想杀我，那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卖阳春面的吗？要有葱花的那种阳春面。穆清雪心头再次掀起惊涛骇浪，以这位存在的境界，吞吐的都该是宇宙玄黄之气。你竟然要吃凡人的阳春面，这就是入世修心的最高境界吗？连最粗鄙的凡俗食物都能被你用来洗涤无上道心。前辈，不，公子。穆清雪连忙改口，恭敬道：此地荒凉，没有凡人城池，但晚辈的玄机圣地就在10万里之外。圣地脚下有一座大城，别说阳春面，便是世间顶级的仙珍海味也应有尽有。公子若不嫌弃，晚辈愿为您引路。10万里，你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你这双腿走过去，怕是骨灰都要被风吹散了。能飞吗？你小心翼翼地问。你实在走不动了。当然。穆清雪受宠若惊，连忙祭出自己的白玉灵舟，公子请登舟。然而你刚把脚踩上那艘悬浮在半空的灵舟，又触电般的缩了回来。不行不行，太高了，这连个安全带都没有，我恐高，掉下来绝对会摔成重伤。你看着离地3尺的灵舟边缘，脸色发白。你一个凡人，对这种反重力的东西有着本能的恐惧。这一幕落在穆清雪眼里，却变了味道。公子这时嫌弃我的灵舟等级太低，配不上他的身份。也对，以公子的无上道躯，若是不小心泄露一丝气息，我这区圣阶灵舟恐怕瞬间就会解体爆炸。公子说掉下来会摔成重伤，那分明是指我的灵舟承受不住他的阴物，会直接崩塌化为重创啊！穆清雪倒吸一口凉气，赶紧收起灵舟，恭敬道：公子教训的是晚辈考虑不周，修心之路理应脚踏实地，丈量大地山川，晚辈陪您走回去。你绝望地叹了口气，造孽啊，只能硬着头皮走了。两人一前一后，朝着玄机圣地的方向缓缓走去。你每走一步，都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你不知道的是，因为你没有刻意收敛大罗镇狱混沌体的重量，你这看似随意的步伐，每一次踩在地上，都在东荒的地脉深处引发着一场世纪大地震。就在两人走出不到50里时，轰隆隆，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间暗了下来，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刺鼻气息，犹如实质般从地底喷涌而出，瞬间遮蔽了方圆万里的苍穹。哈哈哈！10万年了，本座终于撕开了这该死的封印。伴随着一阵震碎云霄的狂笑声，前方的虚空轰然炸裂，无尽的血海在天空中倒悬，亿万怨魂在血海中发出凄厉的惨叫。一尊高达万丈的血色魔影在血海中缓缓凝聚，那恐怖的威压比之前的血屠魔尊不知道强悍了多少。天地间的法则在这一刻彻底紊乱，周围的山川草木在接触到血气的瞬间，直接枯萎化作劫灰。是3万年前屠灭了半个东荒的血河老祖。穆清雪脸色瞬间惨白，如坠冰窟。这可是一尊真正的远古大魔头，当年集结了东荒10大圣地，付出了4位准地陨落的代价，才勉强将其封印。他怎么会在这时候破风而出？天空中，血河老祖那如同2轮血日般的双眼，死死地盯住了下方的你。在这老魔头的眼中，你简直就是一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无上仙丹，好完美的肉身，毫无灵力杂质，却蕴含着本座看不透的恐怖气血。血河老祖根本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存在，他只当你是一具天地孕育的无上神体。狂风呼啸，异样气息弥漫，血河老祖在苍穹之上发出贪婪到极致的狂笑声，那声音仿佛能撕裂人的灵魂。结，真是天助我也！刚一出世就遇上这种绝世仙胚，不值一提。你的这句躯壳，本座收下了。血河老祖的狂笑声震得天地都在剧烈摇晃，漫天血海翻滚沸腾，仿佛下一秒就要将整个世界吞噬。穆清雪站在你身后，整个人已经被这股恐怖的魔威压迫得连呼吸都停止，那是凌驾于一切众生之上的毁灭
灭气息。换做任何一个洞虚境以上的修士在此，光是直面血河老祖的这道投影，道心就会瞬间崩塌，沦为血奴。但你没有，你只是觉得风好大，而且这风里还有一股放了10天的死猪肉发臭的味道。你仰起头，看着天空中那个狂魔乱舞的巨大红影，绝望地叹了一口气。我这究竟是什么天煞孤星的命啊！你的眼角隐隐泛起泪光，自己只是想去城里吃一碗撒了葱花的阳春面，怎么就这么难？刚遇到个老头放烟雾弹，又遇到个大黑熊拍爪子，现在天上又飘出来个满嘴胡言的红毛怪物，还要抢自己的身体。我都说了我很容易死了，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老子不活了，要解决就解决吧！你彻底摆烂了，破罐子破摔的闭上眼睛。面对这种满天红光的修仙界大能法术，你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出于凡人遇到危险时的本能，你只是极其绝望、极其无助的抬起双手，将那把生锈的破刀横在脑袋前面，做出了一个极其标准的抱头防蹲姿势，甚至你还害怕的缩了缩脖子。看到这一幕，天上的血河老祖笑得更加猖狂了，哈哈哈！愚蠢的凡人，居然还妄图用一块破板铁来抵挡本座的噬魂血剑，本座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轰！血河老祖话音刚落，天空中那道悬的无尽血海轰然炸裂，一瞬间，千万吨的血水化作了亿万根细如牛毛，却闪烁着极致怨毒符文的血针，九幽化骨血针，哪怕是只沾染上一根，准地级别的强者也会在瞬息之间肉身消融，神魂被强行夺舍。而此刻，亿万血针如同暴雨倾盆，带着刺破虚空的尖笑声，以铺天盖地之势，尽数朝着你周身的108000个毛孔狠狠刺向。公子小心！后方的穆清雪目眦欲裂，绝望的尖叫出声。然而，就在那亿万血针即将刺入你身体的1/1000秒里，你那因为10年的风吹日晒而显得有些粗糙的皮肤表面，突然毫无征兆地泛起了一层几乎透明的微光。那是大罗镇域混沌体遭受外界攻击时的被动防御机制。这种体质天生免疫并排斥修仙界的一切法则与法术伤害，在混沌体面前，宇宙天道都只是个地狱，更何况区区一个下界魔头的束缚。叮叮叮叮叮叮叮，一阵极其密集、清脆到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在虚空中疯狂炸响。画面在这一刻诡异到了极点，那亿万根足以洞穿小世界的恐怖血针，在触碰到你皮肤的刹那，就像是脆弱的玻璃撞上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宇宙叹息之墙。没有痕迹飞溅，没有惨叫连连，只有咔嚓咔嚓的粉碎声。所有的血针在接触到你皮肤的瞬间，连一根汗毛都没能斩断，便直接崩碎成了最原始的虚无粒子。什么？血河老祖脸上的狂笑瞬间凝固了，他那双巨大的血红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瞪出，仿佛看到了这个宇宙中最荒谬、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反噬来了，大罗镇域混沌体不仅100%免疫伤害，它还附带100%的真实宇宙本源反弹。你用多大的力量打它，它就回敬你一整个星河的质量。轰隆，根本没有任何施法的过程，被粉碎的血针处，一股无色无形却足以碾碎诸天万界的绝对物理反震之力，顺着因果线以光速倒卷回了血河老祖的本体。咔咔咔咔，半空中，血河老祖那高达万丈的无敌魔躯，甚至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自下而上，从脚趾到大腿，再到胸膛，一寸一寸地在半空中湮灭成了肉眼不可见的飞灰。不，这到底是什么体质？你到底是什么怪物？血河老祖发出了这辈子最凄厉、最绝望的惨叫。他引以为傲的魔躯，他祭炼了3万年的神魂，在这股纯粹的物理反弹面前，脆弱的就像个笑话。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他彻底吞没，眼看着本体即将彻底崩灭，血河老祖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爆发出了潜藏的所有魔力，硬生生切断了一缕最核心的残魂。逃，必须逃！这绝对是上界仙王下凡钓鱼，老子踢到诸天万界最硬的铁板，嗖，只剩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缕残魂，犹如丧家之犬般疯狂地逃离了爆炸中心。但在混沌体的反震力场锁定下，他根本逃不出这片空间。情急之下，血河老祖的残魂惊恐地环顾四周，最终死死盯住了你手里举着的那把生锈的破刀。那时唯一能躲避反震因果的地方，没有任何犹豫，血河老祖那曾令整个东荒闻风丧胆的绝代凶魂，像一只被吓破胆的老鼠，哧溜一下，不顾一切地钻进了你手里那把满是缺口的破柴刀里。哗啦啦，风停了，满天的血云瞬间消散，阳光重新洒落在荒原上。抱着脑袋蹲在地上，等了半天，预想中万箭穿心的痛苦并没有出现。你悄悄地睁开一只眼睛，透过手臂的缝隙往天上瞄了一眼，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刚才那个高达万丈、嚣张跋扈的红毛怪物已经不见了踪影。又是障眼法！你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满脸懵逼。这些修仙者是不是有病？每次出场都搞得惊天动地，雷声大雨点小的，结果每次都是放个大招，然后自己就跑了。就这心理素质，修的什么仙啊？你无奈地摇了摇头，正准备招呼还在发呆的穆清雪继续赶路，突然嗡嗡嗡嗡，你感觉手里握着的那把破柴刀正在剧烈地颤抖着，不仅颤抖，刀刃上还隐隐传来一种极其细微的，像是风箱漏气般的怪异声响。实际上，那是躲在刀里的血河老祖残魂正在因为极度的恐惧而瑟瑟发抖。这把破刀虽然是凡体，但常年被你的混沌体温养，内部的材质早就发生了变异。血河老祖钻进去才发现，这刀里面简直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极道囚笼，压迫的他这缕残魂连动弹一下都痛不欲生。但你不知道啊，你把生锈的破刀举到眼前，眉头紧锁地端详了片刻。坏了，刚才那红毛怪物吹出来的风太湿，这刀本来就生锈，肯定是里面的铁皮氧化脱落，产生共振异响了。你按照凡人修补农具的最朴素逻辑，直接抬起左手，啪，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刀背上。老实点，别乱想。这一巴掌夹杂着一丝混沌体无意识的物理震荡，直接透过刀身狠狠抽在了血河老祖的残魂上。哦，别拍了，祖宗，再拍我真要魂飞魄散了。锈迹斑斑的破柴刀里传出一阵细弱蚊吟，却透着极致绝望的哭嚎。这声音落在你耳朵里，却变成了嗡嗡嗡的刺耳金属摩擦声。啧，深渊里这破天气真是把刀都沤坏了。这铁皮松动的声音听着真让人牙酸。你心疼地摸了摸刀背，叹了口气。10年了，就靠这把刀给自己壮胆。虽然这声音听起来像一场响动，但也只能将就用了。你哪里知道，此刻躲在刀里的是曾经横推大半个东荒的远古魔尊血河老祖。这位堂堂准地级别的绝代魔头，此刻正蜷缩在刀刃的一处铁锈缝隙里，抱着自己的残魂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太恐怖了，这到底是哪里来的禁忌存在？他不仅免疫一切法则，
甚至连他用的这把破刀材质都比极道地兵还要坚硬千万倍，这根本不是下界该有的东西。血河老祖在心里疯狂咆哮，彻底认命了，当个刀灵总比被那诡异的物理反阵直接抹杀要好。而在你身后，玄机圣女穆清雪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她的神瞳剧烈收缩，呼吸都在发颤，别人听不到，但她可是清清楚楚听到了血河老祖那求饶的惨叫。天呐，穆清雪心中掀起了惊天骇浪，那可是连4位准帝联手都杀不死的血河老祖，竟然被公子随手一巴掌拍进了凡铁里，镇压成了刀奴。最可怕的是，公子从头到尾连一丝灵力都没有泄露，完全是用大道至简的物理法则在镇压，返璞归真，这才是真正的返璞归真。穆清雪看向你的眼神，已经从敬畏彻底变成了近乎狂热的崇拜。半个时辰后，两人终于步行来到了玄机圣地脚下。玄机仙城，城内仙气缭绕，飞剑当空，各种奇珍异兽拉着的辇车在宽阔的街道上穿行，路过的修士无不锦衣玉服，气息深沉。相比之下，衣衫褴褛，像个野人一样扛着破刀的你，显得格格不入。但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你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街角的一处简陋面摊，咕噜闻着那股久违的葱花混合着猪油的香气，你的眼珠子都快绿了。老板，来一碗阳春面，多放葱花少放汤。你冲到摊位前，一屁股坐在长条板凳上，把袖刀往桌上一拍。面摊老板是个筑基期的老头，看着你这副乞丐模样，本想感人，但他一抬头，却看到了你身后那名犹如9天仙女般冰清玉洁的白衣女子。虽然穆清雪戴着面纱，但那股高阶修士的上位者威压，吓得老板差点跪下。仙子大驾光临，小老儿这就下面。片刻后，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端了上来，你抓起筷子，甚至顾不上烫，稀里哗啦的就往嘴里狂塞。10年了，吃特么了10年的树皮和黑米，哪怕是神仙，现在也得给我馋哭了。你吃的满嘴流油，狼吞虎咽。而在穆清雪眼中，这一幕却充满了无尽的道欲。公子吃面的动作看似粗鄙，实则暗合天道运转的轨迹。他这不是在吃面，他是在吞吐红尘之气，洗涤万古道心。他在叫我修行不应脱离凡俗。穆清雪站在一旁，连坐都不敢坐，像个虔诚的学徒般死死盯着你咀嚼的动物，竟然隐隐感觉自己停滞多年的境界有了一丝松动。就在这时，隔壁桌几个散修的议论声飘进了你的耳朵。你们听说了吗？大荒皇朝明天就要在都城举办登仙大典了，怎么没听说？这可是东荒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听说只要献祭了足够的特殊体质，就能暂时沟通上界真仙，降下无上仙缘。哎，只是可怜了那些被选做特殊体质的女子，特别是顾家送过去的那个，听说还是个罕见的太阴仙顶体质。顾家，你是说那个刚崛起的修仙世家？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好像叫顾天音。对，就是顾天音，才16岁啊！明天50就要在斩仙台被强行吸取本源祭天。顾家为了攀附上界，连自家血脉都能狠心舍弃，真是丧尽天良。吧嗒，你手中的筷子突然掉在了桌上，那一刻，你脑海中仿佛有一道惊雷轰然炸裂。顾天音，那个在顾家10万子弟中唯一一个不嫌弃你是个毫无灵根之人，唯一一个会在寒冬腊月偷偷跑去柴房给你塞热馒头的同族妹妹，那个总是跟在你屁股后面甜甜的喊着顾望哥哥的小丫头。10年前自己被踹入藏天绝渊时，那个在人群中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女孩。要被祭天，你低垂着头，死死盯着碗里剩下的面汤，声音有些发抖，你的双手在袖袍下死死攥紧，指甲深深掐进了肉里。是的，这位兄弟。隔壁桌的散修叹了口气，顾天音已经被押送到了都城天牢，听说他抵死不从，被顾家长老重创双腿，明天50神仙难救了。轰，你的脑海彻底空白了。重创双腿，活活吸取本源祭天，一群高高在上的修仙者为了虚无缥缈的仙缘，要去生祭一个16岁的无辜少女。老天爷啊，你的眼眶瞬间充血，两行清泪混杂着无法遏制的暴怒在眼底疯狂翻涌。你只是一个凡人，你刚才甚至还在为了怎么活下去而担惊受怕，还在为了吃到一碗面而沾沾自喜。都城有多远，100万里，皇朝有多强，元神遍地，准帝坐镇，更别说还有即将降临的上界真仙。你一个连引气入体都不会的普通凡人，拿着一把生锈的柴刀去救人，这和一只蚂蚁去挑战9天神龙有什么区别？十死无生，比在藏天绝渊里还要绝望1万倍。但如果连那个唯一给自己光的人都死，自己就算苟活100年，又有什么意义？呼，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在这一刻，原本阳光明媚的玄机仙城突然毫无征兆地暗了下来，没有任何灵力波动，仅仅是因为大罗镇域混沌体的主人在此刻产生了一丝极致的杀意与悲愤，情绪引动天象。咔嚓，仙城上空的护城大阵突然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纹。紧接着，方圆10万里的天空瞬间被厚重的黑色结云笼罩，气温骤降，6月飞雪，鹅毛般的冰霜带着刺骨的死寂，纷纷扬扬地从苍穹之上飘落。这是怎么回事？6月飞雪，天地同悲，难道有圣人陨落了？街上的修士们被冻得瑟瑟发抖，满脸惊骇地望向天空，而站在你身旁的穆清雪则是感觉自己连灵魂都要被冻结了。他僵硬地低下头，看着那个坐在板凳上的背影。那个男人的身上没有丝毫法力，但在他的神童世界中，却仿佛看到了一尊踩碎星海的远古暴君，正在缓缓睁开那双屠戮万界的血眸。禁忌，动了真怒了。穆清雪吓得牙齿都在打架。不仅是他，放在桌上的那把生锈柴刀里，血河老祖的残魂已经吓得开始疯狂磕头。祖宗啊，我祖宗啊，您老人家到底是想灭哪个道统啊？这杀意，这是要重启宇宙吗？哐当，几枚从绝渊里带出来的沾着污迹的铜板被你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你没有理会周围惊恐的修士，也没有理会漫天飞舞的诡异暴雪，你站起身，一把抓起桌上的生锈柴刀，将其死死地绑在自己粗糙的右手上。你迎着刺骨的风雪，望着皇朝都城的方向，眼神中透着一股凡人匹夫独有的绝望与暴怒。既然老天不留活路，那我这蝼蚁便去重创大象。东荒10万里大荒古道，风雪交加，你没有选择让穆清雪用灵舟载你，因为你很清楚，修仙者的都城绝对布满了恐怖的防空阵，自己一个凡人坐在天上飞，简直就是个活靶子，还没飞到就被人家当鸟给射下来。更何况你恐高，所以你选择了最朴素、最原始的方式走过去。只有走路才能趁乱混进都城，只要能前行到斩仙台，我就算拼了这条烂命，用牙齿咬也要咬断绑着天音的绳子。你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把破衣领竖了起来。你的步伐迈得很沉重，因为这是去送死，因为你每走一步
都在压榨着这具凡人躯壳里仅存的体力与勇气。为了驱散心中的恐惧，你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用力，双脚狠狠地踩在被风雪冻结的泥土上。咚，第一步落下，你觉得脚底板有些发麻，心里暗骂这破路真够硬。然而你根本不知道，当你没有刻意收敛身形，而是用力踩下这一脚时，大罗阵域混沌体那足以压塌星河的恐怖之燃，毫无保留地宣泄在了东荒大地的地脉节点之上。那没有丝毫灵气外泄的意境，带来的是纯粹物理层面上的超越了这个世界维度的降维压迫。距离大荒古道3万里外，玄机圣地，玄机圣主，一位即将突破至洞虚境的盖世大能，此刻正在圣地最深处的密室中闭关参悟大道。突然，嗡，整个密室猛地一晃，不是普通的地震，而是那种连带着空间法则、天地灵气一起发生的极致共振，就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洪荒巨兽一锤子砸在了圣地的地基上。噗！玄机圣主正在运转的灵力瞬间逆流，口中溢出液体，敌袭有大能攻打护宗大阵。圣主目眦欲裂，不顾伤势，化作一道长虹冲出洞府。但他刚飞上高空，整个人就彻底傻眼了。圣地外围根本没有敌人，但是玄机圣地传承了10万年的99座通天剑锋，此刻正仿佛有生命一般，随着一种极其沉稳、极其规律的节拍在上下跳动。咚！那声音从地底极深处传来，每一次响起，护宗大阵的光幕就会剧烈闪烁，爆发出刺眼的红光，那是阵法承受物理极限时的过载警告。这是怎么回事？地脉龙气为何在哀鸣？玄机圣主吓得脸色惨白。就在这时，他腰间的传音愈减亮起，传来了圣女穆清雪极度压抑、带着哭腔的声音：“师尊，千万别启动杀阵，千万别乱动。那位活着的万古禁忌，他正处于暴怒之中，他正在散步去都城的路上。散步。”玄机圣主听着玉简里的声音，脑瓜子嗡嗡作响。散步？你管这叫散步？他每走一步，老子的99座剑锋都快被震平了。这要是跑起来，东荒是不是就要铲了？传本座法旨！玄机圣主吓得直接从半空中跪伏在地，对着全宗弟子声嘶力竭的咆哮：“所有长老弟子，立刻停止一切修炼，关闭所有阵法，全部跪在地上，屏住呼吸，不可发出任何声响，千万不能惊扰了那位存在的雅兴。不仅是玄机圣地，你每走一步，整个东荒大地的亿万生灵都在感受着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东3万里外，血影魔宗，魔宗宗主正站在高高的白骨祭坛上，准备将1000名童男童女献祭给冥河。就在屠刀落下的瞬间，一股无法抗拒的物理震荡波从地底轰然爆发，高达100丈的白骨祭坛直接被震成了齑粉。魔宗宗主连哼都没哼一声，被这股大地共振的余波当场震碎了全身经脉，像摊烂泥一样瘫倒在地。天罚！这是天道怒了！魔宗长老们吓得屁滚尿流，疯狂磕头。东6万里外，东荒第一大江怒椒江，江底沉睡了3000年的半部元神境妖王，被这股震动硬生生从沉睡中摇醒。他探出硕大的蛟龙头，刚想发火，结果感受到地脉中传来的那股仿佛能碾碎宇宙的恐怖之冷，妖王吓得直接翻了个白眼，口吐白沫，硬生生把自己的归西大法催动到了极致，当场陷入假死状态。而此时的你正顶着风雪，一边走一边疯狂喘气，这破身体真是太虚了，怎么感觉得有点慌？难道是饿太久，低血糖导致头晕了？你揉了揉发昏的太阳穴，从怀里摸出半个硬邦邦的馊馒头，狠狠咬了一口。为了转移对死亡的恐惧，你强迫自己把每一步都走得像是在阅兵一样用力。踩，我狠狠地踩死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你完全不知道，你这带着凡人泄愤般的一脚一脚，正在把整个东荒修仙界的心理防线踩得支离破碎。同一时间，100万里之外，大荒皇朝都城，这里是东荒气运最鼎盛的中心，也是明天即将举办登仙大典的绝对圣地。皇宫深处，高达1000丈的观星台上，大荒国师，一位早已踏入元神境巅峰，半只脚迈入洞虚的绝顶大能，此刻正披头散发地站在一座巨大的青铜侧天罗盘前。国师大人，不好了！一名青天剑的官员连滚带爬地冲上观星台，声音凄厉：“东荒36000条地脉，刚才突然同时发生了逆乱，所有测阵仪全部爆表炸！大劫！这是灭世大劫啊！闭嘴！本座有眼，自己会看。”国师脸色铁青，他死死盯着眼前的侧天罗盘，这件大荒皇朝镇压气运的极道准地兵，此刻竟然在疯狂地旋转，罗盘的表面甚至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发出刺耳的悲鸣。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域外天魔降临，还是绝地深渊的封印彻底破？明天就是大典，绝不能有任何闪失！国师咬破舌尖，不信邪的双手结印，将自己的百年寿元疯狂燃烧，注入罗盘之中。大荒天眼，给本座开！我要看清这场动荡的源头。嗡！观星台上空，一只巨大的虚空之眼缓缓睁开，透过100万里的虚空，强行捕捉到了东荒古道上那引发地脉狂潮的画面。画面极其模糊，因为那片空间的法则已经被彻底扭曲，国师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漫天风雪中有一个渺小的人影，那人衣衫褴褛，手里提着一把生锈的柴刀，你正迈着一种看似极其粗鄙，却让整片天道都在为其让路的步伐，一步一步朝着都城的方向散步走来。这是谁？他没有丝毫灵力波动，但他周围的虚空已经被他的肉身质量压塌。国师瞪大了眼睛，试图看清那个男人的脸，就在他的视线即将触碰到你面容的1/1000秒，轰！一股超越了此界维度、不可直视、不可名状的绝对反噬，顺着天眼因果线疯狂倒灌而来。咔嚓！观星台上那件镇压气运的准地兵罗盘直接炸成了漫天铜屑啊！国师惨叫一声，双眼瞬间炸出2团液体，整个人如遭雷击，仰天狂喷一口带着内脏碎块的液体。他在昏死过去的前1秒，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了一声凄厉到极点的绝望嘶吼。那不是天灾，那是一个人，一个正在散步的无上禁忌100万里大荒古道。你以为自己要走上几个月，甚至可能会死在半路上，但你根
根本不知道，当大罗镇域混沌体的重量毫无保留地踩在大地上时，这片天地的空间法则根本承受不住这种维度的质量。空间被你踩折叠了，在外人看来，你只是迈出了极其普通的一步，但在天道法则的世界里，你这一步直接将千万里的大地像纸张一样对折，然后瞬间跨越，缩地成寸的极致。空间折叠，仅仅半个时辰，风雪交加中，大荒皇朝那座巍峨如山、阵法冲天的宏伟都城便已经矗立在了你的眼前。此时，都城中央斩仙台，这是一座由白骨和仙金浇筑而成的巨大祭坛，四周10万名身披重甲、气血冲天的皇家御林军正结成上古九龙屠神大阵，将祭坛围得水泄不通。大荒皇帝身穿龙袍，端坐在高高的虚空龙椅上，身旁是双眼缠着厚厚绷带，还在不断渗出液体的国师。而在祭坛的最中央，16岁的顾天一被2根粗壮的刺骨锁链死死钉在铜柱上。他原本空灵绝美的脸庞，此刻苍白如纸，他的双腿呈现出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显然已经被硬生生重创。嫣红的污迹顺着裙摆滴落，染红了脚下的阵纹。时辰已到，祭坛下方，顾家现任家主，也就是顾天音的亲生大伯，此刻正满脸狂热的大吼，开启极阴大阵，强行抽取这丫头的太阴本源，恭迎上界仙王降临。顾家长老们个个面露贪婪，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个16岁少女的死。只要献祭了他，顾家就能获得仙道赐福，从此一飞冲天。阵法启动，顾天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体内的本源之力被阵法粗暴的撕扯而出，他绝望的垂下头，泪水模糊了视线。爹娘，天音来陪你们了。顾望哥哥，你在绝渊里一定还要活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隆！都城那号称连准帝都能阻挡的极道护城大阵，突然就像是被一颗从宇宙外围砸来的星辰击中，没有灵力爆炸，只有纯粹的蛮横到了极点的物理粉碎。高达万丈的光幕，在数百万修士惊恐的目光中，犹如一块被巨锤砸中的劣质玻璃，瞬间爆碎成漫天光雨。什么人？大荒皇帝猛地从龙椅上站起，脸色狂变，那个瞎了眼的国师更是浑身剧烈颤抖，仿佛感觉到了某种无法言喻的大恐怖降临，直接吓得尿湿了道袍。来了，那个散步的禁忌，他来了！国师凄厉的尖叫，风雪倒卷，苍穹撕裂，漫天阵法碎屑中，一个衣衫褴褛、犹如野人般的青年，手里死死握着一把崩了口的生锈柴刀，一步一步的踏碎虚空，走进了斩仙台的广场。放开他！你双眼赤红，眼角因为极度的暴怒而崩裂出痕迹，发出一声犹如困兽般的嘶吼。顾望哥哥！被绑在铜柱上的顾天音猛地抬起头，不可置信的看着那个单薄却熟悉的身影，瞬间泪崩。不要，哥哥你快走，他们会解决你的。顾望，顾家家主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极度残忍的狞笑，哈哈哈！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一个毫无灵根的凡人也敢来劫法场。御林军听令，将这小家伙彻底压制，再无声息。杀！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喊杀声，10万御林军同时催动阵法，刹那间天昏地暗，10万件飞剑法宝汇聚成一条长达万丈的钢铁洪流，携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铺天盖地的朝着你轰杀而去。那刺目的法术光影几乎要将你彻底吞没。完了！你看着那犹如末日天灾般砸下来的漫天法术，大脑一片空白，太恐怖了！这根本不是大鼎和黑熊能比的，这是10万个修仙者在激活自己。极度的恐惧瞬间夺走了你所有的理智，老子跟你们拼了！别过来啊！你绝望的闭上了眼睛，你像个被逼到墙角的疯子，双手握着那把生锈的破刀，对着空气开始了毫无章法、极其难看的王八刀法，左劈右砍，上挑下砸，闭着眼睛瞎比划。然而，就是这在市井流氓打架中都嫌丢人的乱挥，在大罗镇域混沌体那无法无天的绝对物理力量加持下，变异了。嗡！整个都城的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陷入了静止。在10万御林军、大荒皇帝以及全城100万修士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他们看到了毕生难忘的恐怖画面。随着那个凡人的每一次乱挥，你面前的空间不是被切开，而是直接坍塌了。一道道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沉重的能压碎星河的透明刀网，在你身前瞬间交织成了一片绝对的真空黑洞。大道法则在哀鸣，天地规则在崩断，那是超越了修仙体系的维度碾压。那不可一世的10万件法宝，万丈钢铁洪流，在触碰到那片王八刀法形成的真空黑洞的刹那，就像是投入火炉的雪花，又像是被碾碎的枯叶。所有的法宝瞬间失去了灵性，内部的阵纹被纯粹的物理力量挤压成粉末。叮叮当当，上一秒还威压盖世的极品飞剑和法器，下一秒就像是下了一场破铜烂铁雨，洋洋洒洒的从半空中坠落，砸在你的脚边，堆成了一座废铁山。这不可能！御林军统帅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道心瞬间崩塌。那是10万件法宝啊，哪怕是准帝也不敢硬抗。他甚至没有睁眼，只是随便乱比划了几下，万界归虚的无上刀意，他每一次乱挥都切断了东荒天道的因果线。瞎眼的国师趴在地上，一边口中溢出液体，一边绝望的惨笑。死寂，死一般的死寂。10万大军被你这一套王八刀法吓得连退百丈，连握着兵器的手都在疯狂哆嗦，根本生不出一丝一毫反抗的念头。呼，你闭着眼睛挥了半天，发现自己竟然没死。你战战兢兢的睁开眼，只见满地的破铜烂铁，前方原本密密麻麻的大军竟然齐刷刷的让开了一条宽敞的大道。所有人看自己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无上魔神。这是怎么回事？你愣住了。难道这些修仙者大军买的法宝都是拼夕夕上的劣质假货，在半空中撞在一起，自己把自己给撞碎了？你来不及细想，亲情战胜了恐惧，扛着锈刀，踩着满地的废铁，犹如入无人之境，直接冲上了祭坛。天一，别怕，哥哥来了！你一把扯断那原本需要元神镜才能斩断的金晶锁链，将浑身是伤的顾天音死死护在怀里。放肆！就在这时，苍穹之上骤然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金色裂缝，无尽的仙道法则倾泻而下，地涌金莲，天花乱坠。一尊高达10万丈、被无数星河环绕的伟岸虚影，在裂缝中缓缓凝聚。上界真仙投影降临，那毁天灭地的仙道威压，瞬间让都城内的100万人齐刷刷的跪伏在地，连头都抬不起来。
起来！区下界不值一提，竟敢阻挠本仙王享用祭品！真仙虚影的声音如同雷霆炸响，带着不容亵渎的无上威严，死死锁定了你。面对这连天地都要臣服的恐怖仙威，你却死死把妹妹护在身后。你浑身因为恐惧而发抖，但眼神却犹如被逼到绝路的孤狼，极度暴力。你猛地举起手中生锈的柴刀，指着漫天仙王头影，咬牙切齿的咆哮：“少在这里装神弄鬼！今天这闲事，我孤妄管定了！今天这闲事，我孤妄管定了！”这一声夹杂着凡人匹夫之怒的咆哮，在真仙威压笼罩的死寂都城中，犹如平地起惊雷，全城数百万修士，包括大荒皇帝和顾家众人，全都吓得魂飞魄散。疯了，这小子绝对是疯了！那是上界降临的真仙啊，那是超脱了下界天道，真正长生不死的无上存在啊！哪怕只是仙王的一道投影，吹口气也能让整个大荒皇朝灰飞烟灭。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居然敢拿一把破刀指着仙王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下界之人！苍穹之上，那尊高达10万丈的真仙虚影怒极反笑，轰隆隆，随着他的情绪波动，天空中瞬间凝聚出万道紫霄神雷，每一道神雷都散发着足以劈碎一片大陆的恐怖气息。触怒仙威，不仅你要死，今日这城中百万生灵都要因为你的狂妄而陪葬。真仙虚影高高在上，俯视着你，就像在看一只试图挡车的螳螂。本王要将你的神魂抽出，在九幽仙火中炙烤1万年。面对这毁天灭地的末日景象，顾天音吓得瑟瑟发抖，死死抓着你的衣角。哥，那是仙人，我们斗不过的。然而你此刻的内心却经历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如果这仙影只是默默出手，你可能还会被吓尿，但这虚影一开口，那股高高在上、牛逼哄哄的装模作样溢出来，你反而不那么怕了。你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天上那个特效拉满、自带雷电背景板的巨大光影，这么大的个头还发光，还会放雷电音效。你脑海中立刻回忆起了刚才在面摊上那些修士讨论的剧情：登仙大典、沟通上界、降下投影。懂了，你恍然大悟，这绝对和之前那个大长老放的火龙巨体以及那个红毛怪物的幻象是一模一样的套路。这修仙界的人打架不靠实力，全靠这些花里胡哨的全息投影来效果。体型搞得越大，特效搞得越足，说明本尊的实力越是外强中干。你这家伙弄个3D 投影出来吓唬谁呢？你啐了一口唾沫，你现在已经彻底光脚不怕穿鞋了。顶着，就算我打不到你尸体，我也要拿刀在你的全息投影上恶心你一下。的无赖心态，你做出了一个让全东荒修士都头皮发麻的动作。你不但没有跪下，反而双腿猛地一蹬地面，轰！坚硬的白骨祭坛直接被你踩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你整个人犹如一颗离弦的炮弹，高高的跃上了半空，直逼那尊10万丈的真仙虚影而去。不值一提，你找死！真仙虚影见状，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不屑，他连法术都懒得施展，甚至连防御都没开。在他看来，一个毫无灵气的凡人，连他的护体仙光都碰不到，就会被自己的仙威直接震成污迹。给老子破！身在半空的你，双手高高举起那把崩了口的生锈柴刀，对着真仙虚影的正中央，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一刀竖劈而下。是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声极其轻微，犹如利刃划破绢帛的声音。那一刀没有斩出什么璀璨的刀芒，但是在大罗镇域混沌体的绝对法则压制下，这一记纯粹的物理攻击直接无视了空间的距离，无视了能量的防御。袖刀从真仙虚影的头顶笔直的划到了胯下，咔嚓！真仙虚影脸上的不屑和嘲讽瞬间凝固，紧接着在几百万人呆滞的目光中，那尊不可一世、威压盖世的真仙投影，就像是被一刀切开的西瓜，从中间出现了一道笔直的黑线，然后缓缓地裂成了2半。投影内的仙道法则在这一刀的物理碾压下，瞬间崩溃，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切开了，大荒皇帝跪在地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一刀把仙王的投影切开了。然而，如果仅仅是切开投影，那还不足以被称为万古禁忌。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因为你这一刀挥得太用力，那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物理破坏力，在切碎投影后并没有停止，它沿着投影与上界本体之间那条肉眼看不见因果连线，直接化作了一道逆天而上的锋锐气流，顺着因果线杀向了上界。与此同时，仙界9重天之上，太初仙域，一座仙气氤氲的奢华仙池内，紫极仙王的本体正舒舒服服地泡在由9转万年仙液汇聚的池水中，身边数十名绝美的仙女正在为他揉肩捶腿。他一边享受，一边分出一缕神念投射到下界，准备享用那个罕见的太阴本源特殊体质。下界真是一群无知的凡人，稍微显露点神迹，就乖乖把极品特殊体质送上来。紫极仙王惬意地闭着眼睛，正准备欣赏下界生灵在他威压下瑟瑟发抖的丑态。突然，嗡！紫极仙王的心脏猛地一锁，一股前所未有、足以令他神魂俱灭的致命危机感毫无征兆地笼罩了全身。他猛地睁开眼睛，就看到他面前的仙界虚空被一股极其粗暴、不讲任何道理的恐怖力量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一道没有任何仙力波动，仅仅是透明的空间扭曲刀芒，顺着他的因果线直接从下界跨域劈了过来。什么东西？紫极仙王吓得亡魂皆冒，他猛地站起身，疯狂催动体内的仙王法则，同时祭出了自己最强防御的极道仙气9天玄武盾，给本王挡住。然而那道透明的物理刀芒在接触到9天玄武盾的瞬间，吃了！这件号称能抵挡仙帝一击的无上防御仙气，就像是一块劣质的豆腐，连半秒钟的阻碍都没做到，直接被一分为2。刀芒去势不减，摧枯拉朽。不，紫极仙王发出了这辈子最后一声绝望的惨叫。呼哧！堂堂一尊统御万界的仙王本体，在仙池中被这一刀从眉心到腹部极其丝滑地切成了极其对称的2半，甚至连他的仙王道骨、不灭元神都在这股绝对的物理挤压下，瞬间被碾成了齑粉。下界大荒都城，从半空中落回祭坛的你，手持生锈的柴刀，还在为自己一刀劈碎了高级全息投影而沾沾自喜。我就说嘛，全是纸老虎，一碰就碎。你得意地甩了甩并不存在的刀花，但下一秒你愣住了，因为原本已经放晴的天空突然变成了极其诡异的红色。紧接着，哗啦啦，天空破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瓢泼般的金色大雨夹杂着浓郁到了极点，甚至让人闻一口就能白日飞升的仙液从那个窟窿里疯狂倾泻而下，犹如一场覆盖了整个都城的液体瀑布。这投影怎么还带标液特效？你抹了一把淋在脸
脸上的金色液体，整个人都傻了。就在你懵逼之时，苍穹之上的那道破洞里，伴随着漫天仙叶，传出了一声跨越了维度，响彻了诸天万界极其凄厉的仙王惨叫声。他竟能顺着因果线斩我本体。那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仿佛跨越了无尽的星河，从遥远的9天之上坠落凡尘。轰隆隆，漫天的金色液体倾盆而下，每一滴仙液中都蕴含着足以让凡人白日飞升，让大地延寿万年的恐怖生机。整个大荒都城在这场仙叶暴雨的洗礼下，无数枯木逢春，满城凡铁瞬间蜕变成灵气。然而城中的数百万修士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接着逆天的造化，所有人都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浑身抖得像筛糠。大荒皇帝直接从虚空龙椅上跌落，头顶的平天冠摔得粉碎。他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惹怒了祭坛上那个扛着破刀的男人。仙王死了，一刀劈碎了跨界投影，顺着因果线直接把上界的真仙本体给切了。瘫倒在远处的国师，空洞的双眼流淌着液体，一边疯狂磕头，一边精神失常般的呢喃：禁忌，这是超越了天道极限的无上禁忌啊！而在祭坛中央，顾天音呆呆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哥哥，小小的脑瓜里满是大大的问号。自己那个从小连解决机都不敢看，毫无修炼天赋的普通哥哥，刚才一巴掌呼碎了10万御灵军的法宝，现在又一刀把满天神佛给劈裂了。哥，你别怕。天音，你抹了一把脸上的金色液体，闻了闻，一股奇妙的异香扑鼻而来。你皱了皱眉，心里暗骂：这修仙界的投影仪是不是漏油了？怎么这机油还带着一股子桂花膏的香味？不管了，肯定是某种致幻的高级迷药。你警惕地握紧了手里的生锈柴刀。也就是在这一刻，祭坛下方终于回过神来的顾家家主顾天音的亲大伯彻底疯了。仙王死了，顾家非但没有得到仙缘，反而成了得罪上界仙人的千古罪人。小家伙，你毁了顾家10万年的基业，我要你死！顾家家主双眼赤红，元婴期巅峰的修为轰然爆发，他犹如一头丧失理智的恶毒，双手化作锐利的鬼爪，直接朝着顾天音的咽喉狠狠抓去。他想抓人质，反派死于话多。这老东西还在叫嚣，你眼神一厉，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绝不留情。你根本不懂什么身法，什么武技，你只是本能的极其粗暴地抡起手中的生锈柴刀，像劈柴一样，反手就是一个重击，刀背抽了过去。死吧！顾家家主面露狰狞，但下一秒，砰！一阵令人牙酸的沉闷爆裂声响起，你甚至连刀刃都没用，仅仅是刀背挥舞时带动的那股物理罡风，在接触到顾家家主的一瞬间，直接将这位元婴期巅峰的强者，连同他身上的极品防御法衣，当场抽成了一团极其均匀的污迹，没有惨叫，没有散落的残块，就像是用高压水枪冲刷掉墙上的一只蚊子一样，瞬间消失，秒杀，形神俱灭，咕噜，全场死寂，只能听到百万修士疯狂吞咽唾沫的声音。你却只是冷冷地甩了甩刀上的痕迹，叫你不要靠近我，我很容易死的，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自己崩毁了吧。就在你准备带着妹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咔嚓咔嚓，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天空突然传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碎裂声，整个大荒都城的空间就像是被人用力揉搓的镜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裂纹。怎么回事？地震了！你吓了一跳，赶紧抱紧了妹妹。嗖，一道极其微弱的白光从那布满裂纹的虚空中跌跌撞撞地滚了出来，那竟然是一个看起来只有3岁左右，穿着红肚兜，梳着冲天辫的小男孩。小男孩的鼻子上还挂着2道亮晶晶的鼻涕，眼眶红肿，显然是刚刚大哭过一场。在全城百万修士惊恐到极点的目光中，这个小屁孩直接一个滑跪，冲到了你的面前，一把死死抱住了你的大腿。哇！小男孩张开嘴，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嚎啕大哭。爷爷、祖宗、我爹，求求您收了神通吧，别再用力了。您刚才劈出去的那一刀，不仅把上界的戒壁给捅穿了，还顺带把我的天道法则切成了2半。您要是再跺2下脚，我这东荒的世界地基都要被您踩碎，我还不到100万岁，我不想死啊！哇哇哇！小男孩哭得撕心裂肺，鼻涕眼泪全都抹在了你那破烂的裤腿上。轰！大荒皇帝和瞎眼的博士看到这一幕，大脑直接宕机，道心当场被碾得粉碎。因为别人不认识，但他们这些半步洞虚的绝顶强者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小男孩肚兜上闪烁的是天地未开时的混沌本源，那是东荒天道意志的化身。天呐，高高在上，视万物为刍狗的天道意志，竟然化作了一个3岁的鼻涕虫，死死抱着一个男人的大腿，哭着喊着求他不要把世界踩碎。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这男人的真实身份，难道是创造了宇宙的创世神吗？玄机圣女穆清雪站在人群中，激动的浑身发抖，眼中满是狂热的光芒。我就知道公子是无上禁忌，连天道在他面前都只能跪下叫爹。然而作为当事人的你却彻底懵逼了，你低头看着这个死死抱着自己大腿，哭得满脸通红的鼻涕虫，眼神中充满了怜悯。哎，造孽啊！你叹了口气，伸手揉了揉小男孩的脑袋。修仙者真不是个东西，不仅拿我妹妹祭天，连这么小的孤儿也不放过。看这孩子饿的都开始说胡话了，什么天道界壁，什么踩碎世界，肯定是刚才祭台爆炸把这孩子的脑子给震坏了。你摇了摇头，从怀里摸出刚才在面摊上没吃完，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半个馊馒头，你极其心疼地掰下一小块，塞进了小男孩的手里。行了行了，别哭了，相逢即是缘，以后跟着我混吧。虽然我没有法力，但至少能保你不饿死。吧嗒，小男孩呆呆地看着手里的半块馊馒头，天道意志的感知何等敏锐，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块极其粗糙的凡人食物上沾染了眼前这位无上禁忌的混沌气息。这哪里是馒头，这分明是超越了先帝道果的无上混沌本源啊！谢谢活爹，谢谢活爹赏赐。天道化身的小屁孩感动得涕泪横流，抓起那半块硬石头一样的馊馒头，咔哧咔哧地狂啃起来，连掉在地上的一点碎屑都要舔干净。百万修士看着这一幕，彻底麻木了。天道在啃馊馒头，而且啃得比吃龙肝凤髓还要香。你无奈地摇了摇头，牵起妹妹顾天音的手，另一只手牵着还在啃馒头的小男孩。天道化身，你扛着那把刚刚斩了仙王的生锈破刀，迎着漫天的飞雪与仙叶，一步一步朝着都城外走去。走吧，天音，我们回家。随着你的转身，扑通扑通扑通，大荒皇帝、国师、10万御灵军以及全城数百万的修士，没有任何人组织，却在同一瞬间整齐划一的双膝跪地，百万人的额头重重地磕在白骨与青砖铺就的大地上，发出了犹如山呼海啸般的雷霆巨响。我等凡尘凡人，恭送万古禁忌，恭送万界之主，震天动地的膜拜声中，
你牵着妹妹和小屁孩的身影，在风雪中渐渐远去，只留下一地碎裂的法宝和百万个被彻底颠覆了三观的修仙者。与此同时，9重天之上派出仙域，这里是统御万界、高高在上的无上仙界，仙气缭绕，神情飞舞，每一座悬浮的仙岛都散发着古老而沧桑的大壮气息。然而此刻，仙界最中央的玄冥地宫内，却笼罩着一股令万千仙人窒息的恐怖冰海。咔嚓，供奉在地宫最高处的一块紫金命牌，突然毫无征兆地从中间裂开，然后轰然炸成了粉末。大殿内，数万名正在朝拜的仙王、真仙同时抬起头，瞳孔剧烈收缩。紫极仙王的本命魂牌碎了，不可能！紫极仙王刚刚才降下一缕投影，去东方下界收取特殊体质，他本体还在太初仙池里泡澡，怎么可能陨落？就在群仙震撼之际，地宫最深处猛地传出一声犹如远古星空巨兽般的恐怖咆哮，紧接着，一尊散发着无尽毁灭气息，周身环绕着9条星河黑龙的伟岸身影踏碎虚空，降临在大殿上方。上界主宰玄冥仙尊，一位活了3000万年，真正屹立于诸天万界顶点的无上大脑。此刻的玄冥仙尊脸色铁青到了极点，他的双眼中倒映着星辰陨灭的恐怖异象。就在刚才，有人斩断了下界天道因果，顺着紫极的投影因果线，一刀劈开了太初仙池，将紫极仙王连同道果彻底抹杀了。玄冥仙尊的声音冰冷刺骨，却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战栗。轰！此言一出，整个大殿的数万仙人仿佛被天雷击中，集体倒吸了一口极寒之气，顺着因果线击杀仙王。这简直是什么神仙手段？就算是仙尊大人您亲自出手，也不可能做到隔着2个维度的宇宙壁垒一击秒杀一位仙王啊！难道下界孕育出了什么超越仙尊的绝世大恐怖？尊上能一击秒杀紫极，此人必定是那些从远古神话纪元苟活下来的禁忌余孽。一名身披金甲的神将站了出来，单膝跪地，杀气冲天。若任由其在下界成长，恐成我仙界大患，请尊上降下法旨，传本尊诸天绝杀令。玄冥仙尊猛地一挥衣袖，无尽的仙道法则化作一张遮天蔽日的血色法旨，开启界域天门，点齐10万天兵天将，12大星君随本尊的一句化身，即刻下界，宁可错杀亿万生灵，也要将大荒那一剑彻底从星图上抹去。咚咚咚，伴随着玄冥仙尊的怒火，仙界那沉寂了100万年的战鼓轰然雷响，界门大开，无数身披仙金战甲、脚踏星辰巨兽的远古神将，犹如密密麻麻的流星雨，顺着界域通道疯狂朝着下界东荒涌去。下界大荒都城外100里荒原，你正牵着妹妹，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心情大好，不仅把妹妹救出来了，还白捡了个会喊自己伯爹的小跟班。虽然这小跟班脑子有点不太正常，但好歹多了一口人吃饭。公子，一阵香风袭来，玄机圣女慕清雪御剑而来，飘然落在了你身前。她看着你的眼神，已经是那种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的极致崇拜。公子神威盖世，斩仙王如解决不值一提。清雪已经向圣主禀报，玄机圣地从今往后愿奉公子为主，万死不辞。打住打住，你吓得往后退了2步，赶紧摆手。我早就说过，我就是个凡人，刚才那全息投影自己漏电炸，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这些修仙者就喜欢碰瓷。慕清雪听完，眼底的崇拜更深了，不愧是公子，是斩杀仙王如除尘扫灰，这种低调内敛的逼格，我被修士学一辈子都学不来。他心里疯狂脑补。就在这时，轰隆隆隆，毫无征兆的，整个东荒的天空突然变成了一片令人窒息的红色，气温在瞬间飙升，云层被粗暴的撕裂开来，露出了一个直径超过万里的巨大黑色空洞。在那空洞之中，无数散发着毁灭气息的金色流光，犹如一场席卷宇宙的超级流星雨，拖拽着长长的尾焰，朝着大荒的方向疯狂砸落。在那流星雨的最前方，一尊高达100万丈的恐怖虚影若隐若现，其散发出的威压比刚才的紫极仙王还要强大100倍、1000倍。天地间的灵气在这一刻彻底沸腾，下方大山崩塌，江河倒流。那时，慕清雪猛地抬起头，天生神童在看到那100万丈虚影的瞬间，直接流下了2行液体。仙尊法相，10万天兵天将，上界高层彻底震怒了，他们竟然不惜降下界域大劫，要覆灭整个东荒。慕清雪绝望地瘫倒在地，浑身冰冷。完了，仙尊亲临，10万天兵下凡，这已经是维度打击了，整个东荒将在顷刻间化为宇宙尘埃。而此刻的你，也呆呆地抬起头，看着满天砸下来的陨石，你的脸色从红润瞬间变成了惨白，你的被迫害妄想症在这一刻直接飙升到了极点。我这家伙就说那是个高级投影仪吧，我一刀把人家的设备给砍爆火，现在人家大老板带着全公司的人来找我索赔了，这么多流星，这得是多少个修仙老怪啊！我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凡人，我只是一时冲动救了我妹妹，至于惹下这种泼天大祸吗？极度的恐惧让你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你看着身后吓得小脸煞白的顾天一，又看了看旁边那个还在啃馒头的鼻涕猪，能逃到哪里去？漫天都是人家的人，讲理，修仙界的人根本不讲理，他们连16岁的女孩都要烤吃。呼，你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眼神中的恐惧在绝境的逼迫下，硬生生转化为了一种老实人被逼急了的彻骨癫狂。你一把扯下自己身上那件破烂衣服的布条，一圈一圈将那把生锈的破柴刀死死的牢牢地绑在了自己的右手上，系成了个死结。